交往8年的男友还是不想结婚。好，终于受不了了，给了男友最后通牒，但结果还是一样，他坚持说不会结婚。刚开始的几年，好可以理解，但毕竟已经8年了，如果他真不打算结婚，根本没必要拖那么久，应该早点在合适的时候分手，在合适的时机说合适的话。他们即使现在分手，自己马上再找别人谈恋爱，也不见得要等到40岁才结婚。但这番话并未让男友改变主意，于是他毅然决然一走了之，恳求他不要离开，声称他不会结婚，也不会再提起结婚，低声不断向男友道歉。但男友以他可能还会重提为由，认为随着时间推移，劝他就此结束。然而正是这次分手造成的痛苦，给恩好的心灵留下了伤疤，还导致了他的解离性人格障碍，分裂出了另一人格朱慧丽。和恩相反，慧丽是个心态超级积极向上的停车管理员，她希望在这份工作上成就一番事业，创造辉煌。在此期间，她还遇到了自己的理想型，展开了一段与恩好完全不同的恋情模式。于是一身两人格的情感纠葛开始了，涉及2个截然不同的男人。女主做了个长梦，梦中她变身新闻主播，其中有个交往8年的男友，虽深爱却选择分手，还有个表面漂浮其实很稳重，一心只想与她恋爱的追求者。这2男同为新闻主播，同在一家台工作，也相互了解。追求者清楚地知道，虽然她跟前男友表面不和，彼此看似讨厌，其实心里还留情。答应出去约会部分也是为了让前男友嫉妒，但追求者对此毫不介意，还说只要他愿意，他就不会放弃，努力让他忘掉前男友，真心爱上自己。即便这个小男生还不，他在梦中已37岁，一时大胆亲了他一下，这一吻竟把他吵醒了。因梦境太过逼真，他把梦境完整告诉了心理医生，好奇是否因为睡了16小时，医生说可能是太累了，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因为失去了大部分记忆，他现在的生活显得很无聊，怎么可能这么累？他这种状态不是无聊，实际上更像是不适和不安，应该努力创造些有趣的事。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了，这个人很巧，也是个新闻主播，他既帅气又优秀，但也不算太亲切。喜欢他的原因，是因为在网上小说里看到的，这种男人对别的女人不甩，对自己的女人就是倾其所有。所以尽管没交流过，但慧丽已深深爱上他，每天早上故意为他留车位，别人绝对不能停，见他的车来了才偷偷离开，默默付出不求回报。慧丽脑中没有失败这回事，因此信心十足。这个女孩坚信男人一见到她就会倾心，但她用头发遮住脸，是因为害怕他们还没开始了解对方。她已深陷他的爱无法自拔，因为我实在太美了。她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随时准备迎接他们彼此追求的爱情。从此之后，而这个从此很快就到了。那天慧丽刚取完打印资料，就看到她男神被一个手持斧头的疯女人缠着，她立刻忍不住了，把箱子里的资料全倒出来，迅速走过去，用箱子盖住女人的头，拉着江周岩赶紧逃开。确认那女人被保安制服后，江周岩关切地问她是否受伤，怎么这么不顾一切就冲上来。慧丽死死地盯着他，突然像狼一样扑上去，一次还不够，他又抓着她的头再来一次，这次更长更疯狂。江周岩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什么，他像蝴蝶一样扑扇着飞走了，只留江周岩陷入阴影中。然而他刚高兴地到家，却被一个男人截住，他叫的却是他梦里的名字。更吓人的是，他竟是梦里的前男友，不仅真实存在，还是个著名的新闻主播。医生，这怎么可能？心理医生说他有疾病，患的是解离性身份障碍，但他就是不相信，只以为他朱慧丽是失忆了，所以他的人格每天在2个4点钟转换不停，以朱恩好的身份在电视台工作至下午2点，然后睡2小时，之后以朱慧丽的身份在首尔电视台的停车场工作到半夜12点。下午的朱慧丽是他一天中最狂野最自信的时候，他总是沉浸在网络小说里，学习谈恋爱的技巧，还自信地觉得自己魅力无限，能让对方对他一见倾心，爱得死去活来。因此他用头发遮住脸，掩饰自己的美丽，好先深入了解对方，趁不注意偷个吻，亲完就溜，不让他反应。你为啥要躲着？他的方法真管用，江周岩确实被他勾住了，白天找他，晚上也来，甚至连下雨天也要来见他，就想弄清楚他为何要亲自己。但慧丽不肯说原因，只是一直哭个不停，哭到第2天。接着江周岩被他的情绪完全带动，他趁机送上自己叠的星星和一封信，因为太爱他才亲了他。一切顺理成章，江周岩忍不住开始回想他们初次见面，还有慧丽每天帮他占车位，
却又傻傻避开他的情形，所以江周言会再找惠利，解释他并非故意让他哭。惠利趁机道歉，说是情感失控，如果对方还生气，也可以去告他，他会愉快的接受。这时江周言怎么可能还生气呢？他会解释自己之前生气是因为那个莫名其妙的吻让他心情不好，现在知道原因了，他不生气了。惠利抓住机会又强调了一遍，自己真心喜欢他，并且这段时间很幸福。说完后就直接走了，再次没给他反应的机会。但这并不是真走，得给他机会挽留。我也好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人，好奇就是爱情的起点。所以惠利不必再故作难得，很大方地上了车，让他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但这时候哪还有开门的地方，所以江周言只好带他回家。进屋后，惠利开始找话题，得知江周言有个去世的哥哥和对他不太关心的妈妈后，惠利说他的父母好像也都去世了，他也是独自一人。但幸好他遇到了江周言，让他觉得生活美好。江周言的妈妈可能太单纯了，因为失去长子而忽视了次子，得找个机会和江周言妈妈好好聊聊。活着本就是件美事，所以感谢江周言先生依然健在。此时江周言完全投降了，主动请求惠利能多陪陪他。惠利也顺利达到了他的目的，但却给恩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今早他竟从一个陌生男人家醒来，吓得他差点心脏病发，整天都是神志不清，完全想不通究竟咋回事，差点还错过了一个10分钟的报道机会。不过他很快便调整好了状态，投入到工作中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本来去拍鱼，结果却拍到一具尸体，正想逃离，却发现门被人锁上了。他很想报警，但制片人之前警告，这次探访若泄露，他们将一败涂地。于是恩好只得含泪忍耐，给制片人拨了电话，可对方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。好不知道这家伙是怕报道没新意，又空忙一场，已经先在大排档戒酒解愁，结果把自己喝到糊涂，完全忘了他在外头等着接应。左等右等就是没回音，已经在犹豫是否要打电话给前男友求帮助。但记得他说过，遇险先自求多福，别寄太多希望于人。心里又是感激又犹豫，放下了电话，决定再等10分钟再看情况。幸好同事很快赶到，打开了冷藏车的门。就在恩好以为那男生是由制片人安排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原来他是前男友郑贤武。酷酷的说了句还愣着干嘛，随即转身往回走，完全不在意恩好跟着，腿有些软。直到送到楼下，好才把心里的疑惑说出来，我原本联系的是金美妍，我知道。贤武不想让恩好误会，匆忙编了个借口应付了事，可是没料到自己因担忧恩好而穿错的鞋子还是暴露了真心。然后恩好对贤武说，就算他将来不在了，也不用他操心，以后也别再找他了。贤武沉默不语，迅速追着车跑。周恩好，慢走，别再喊我名字了。周岩终于见到了心仪的惠利，两人一起来到贩卖机前闲聊。周岩提到惠利之前突然离开让他很伤心，于是表达了希望能与他共度早晨的愿望。听到这些，惠利感到非常幸福。这时周岩接着说，其实他早就开始注意惠利了，不论是那个把刘海垂在脸上的他，或是见他走来就躲开的他，亦或是每天帮他占车位的他。周岩从没谈过恋爱，却被惠利的特别给迷住了，因此他老是想起惠利，可能这就是喜欢的感觉。惠利一句话美得不像话。后来周岩因工作和惠利说再见，而惠利那甜蜜的模样被旁边的怪人看到了。常言道，年轻男士钟情于女性，年长男士同样如此。电视台的台长某天突然对一位25岁女主播产生好感，随即开始无端指责38岁的恩好。有位观众在他播的新闻下留言，说他大舌头把词读错了，这就给了局长借口处罚恩好。局长还打断了恩好的辩解，当面批评他既不年轻也不好看，怎能一直占着那职位不让位给有能力的新人，还在组内开会专门批评恩好，说他作为主播居然去做记者的工作，这简直是让主播界丢脸。没想到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候，前男友贤武突然出现了，紧跟着一位25岁的年轻主播利用局长的宠爱，当众要求恩好向所有主播道歉，原因是他的外景工作给他们带来了困扰，只想赶快下班的恩好听完年轻主播的要求，他坚定地站了起来，对不起。离开会议室的恩好碰到了那位奇怪的前辈，只见他一路紧跟着恩好不断追问，为何在媒体和首尔的停车场竟见到了一个和他一样的人，你妹不是早就去世了吗？那一天多年前，好突然接了个警察的电话，说他妹妹在一次进山探险后突然失踪了。从那以后，妹妹惠利就音信全无。因为过于想念妹妹，恩好读过惠利的日记后，发现她曾希望能在停车场做收费员，于是他就冒充妹妹去应聘了这工作。虽然他一开始故意装成妹妹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
恩好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开始忘记妹妹的往事，于是他被心理医生告知情况，他不幸地患上了解离性人格障碍。记得那天自己突然在周岩家里醒过来，这时恩好特地走到了前台，原本是想找周岩说明白的恩好，却意外在这里遇到了前男友贤武。周恩好，那么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修罗场呢？画面一转，惠利突然被一名陌生老男人骚扰，听见尖叫，同事立刻赶来，结果尖叫声更大了。这一幕吓坏了对面电视台的局长，他们3人随后到了停车场的行政室。这时局长急忙解释说是无意的，可惠利听后哭得更厉害了。旁边的市长慢条斯理地对局长说，如果摸胸部，那就是很明显的性骚扰，可能要进监狱了。一听这话，局长马上快哭了，明明就是昨晚的聚会上，他还对旗下的美女主播动手动脚，像是毫不客气地搂抱她，还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，甚至当问小慧是否有男友，还故意把手放在她腿上，适可而止吧，你说啥混账？饭局后，周岩和惠利一起来到路边摊，没想到正低头吃面的惠利，竟然发现对面的周岩心情不好，你一生气，眼神就有点疯狂。听到这，周岩索性摊牌，气愤地一拍桌子，激动地向惠利说明原委。第二天，惠利就遇见了色魔局长，接着他恶狠狠地瞪着对方，甚至脱口而出骂了句西巴。这时局长也被惠利的举动弄得摸不着头脑，于是便不耐烦地拿起停车券，催惠利赶紧给他处理业务。没想到最后却让他自己跪地求饶。听闻此事的小慧偷偷跟踪下班的惠利，几句话后，他发现惠利非常聪明。接着他还问了一个关键问题，你和江周岩在一起吗？你肯定乐坏了吧？是的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小慧暗恋着周岩，为了感谢帮他出头的惠利，特意邀请他去昨天的面馆，尝试那款新推出的 Q 弹海螺。晚上下班的周岩也加入了他们的夜宵行列，但没想到这时周岩突然接到了疗养院的电话，之后他请求惠利和他一起去探望他妈妈。见面时，惠利不仅大方介绍自己就是周岩的女朋友，接着紧握着妈妈的手，阿姨记得多吃点，感激周岩还在人世。一席话让周岩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周岩随后把惠利送回了家，而他却傻乐着摆弄着手上的编绳戒指，这是周岩妈妈亲手送的，因此对惠利来说意义重大。然后他又开始梦幻般的仰望星空，周岩在一旁深情地注视着单纯又可爱的惠利，意外地被对方捉住了手指，然后两人牵手一起赏了个美丽的夜景。回家后，惠利给恩好写了封信，信里说他常在梦中见到恩好，显然他的日子不太如意，所以他希望恩好能让出身体给他，因为他现在比恩好要幸福。好，读到这儿，突然想起几天前他去找周岩摊牌那天，没想到竟然遇到了前男友贤武。当他对恩好的名字反应过来却束手无策时，他像只鸵鸟般逃离了现场，留下两男士对视。紧接着，恩好的脑海中闪过关于惠利的记忆片段，在情绪失控之下，他砸烂了洗手间那价值30多万的镜子，并晕倒了。那天，恩好突然和同事们去外景拍摄，却意外发现目的地正是妹妹惠利失踪的深山。为了探求妹妹的经历，恩好晚饭后独自一人深入山中，没想到走到一半，恩好突然想起，原来妹妹向来不爱社交，为了帮她适应大学，恩好建议她参加毕业旅行。姐姐，我不想去，我不需要朋友。这时恩好才意识到，原是自己执念之妹妹不幸。第二天，恩好重返工作，听着一个关于姐妹情深的新闻，突然回想起我和妹妹的过去，谁料到下一刻就觉得呼吸困难，甚至直接从椅子上摔了下来。这时候贤武看上去特别温柔，便贴心地安慰了我，我的情绪也在他怀里慢慢平静下来。新闻圆满结束后，贤武拉着恩好的手离开了现场，两人手牵手走向电梯，电梯里的人全走了。这时恩好依然情绪未平，贤武马上察觉，赶紧关上电梯门，两人下一秒竟水灵灵地亲了起来。不久后，好在凌晨1点醒来，但按理这应该是惠利的时间。正当他觉得奇怪时，却意外听到了贤武的声音，一个人怎么能睡超过12小时呢？接着两人就出去吃宵夜了。这时贤武发现恩好满是疑惑的眼神，便解释道这是现实，不是做梦，还有电梯里的那个吻也是真的。吃完饭，他们回到了恩好的家，那时贤武说要等恩好睡着他才会离开，如何入睡的过程我们不知道，但在梦中他看到了多年前的分手场景。那一刻，沉浸在梦境中的恩好突然泪流满面，贤武看到这一幕便停住了要走的步子。另一边，周岩第一天见不到惠利时，突然觉得很想她。与此同时，好终于在睡了整整12小时后自然醒了。他没料到贤武又陪他过了一个晚上。接着贤武似乎得了恐慌症，他开车带他去了恩好常去的医院。在医生提问时，恩好突然想起，原来他跟妹妹惠利小时候双亲因事故双双不幸去世，
只有好心的奶奶愿意把他们领养，抚养他们长大。年长的恩好为了帮助内向的惠利，让她更好地融入社会，坚持让她去参加毕业旅行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妹妹却在旅行中失踪了。这件事在恩好心中种下了一颗对妹妹的内疚之种。几年后，奶奶的突然去世，成了这颗种子的滋养。直到4年前，贤武突然分手，这才让那颗种子开始发芽。好，因此害怕别人离开，开始刻意以妹妹惠利的身份生活。没想到这样做，反而让她越来越忘记作为惠利的经历。听到这里，医生给恩好放了一段惠利之前心理咨询的视频。那我这个周惠利会怎么样？医生，你也觉得周惠利看着很幸福吧？医生怎么说的？我们暂时不得而知。我只看到恩好短暂思考后，和专门来接他的贤武恢复到4年前热恋时的模样。这天，周岩下班后，在连续多日没见到惠利的情况下，终于鼓起勇气向惠利的同事询问。但得知惠利曾在卫生间晕倒后，给他的那部坏了的用来砸镜子的手机。然后第2天在节目录制时，周岩意外遇见了恩好那个怪异的前辈。录制结束，他从那人那儿知道了恩好的事，于是为弄明白真相，周岩带着惠利的手机坐车到了他家楼下。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会亲眼见到惠利与其他男人在一起的画面。心情糟糕的周岩就趁聚会的机会拼命喝醉自己。第2天习惯一醒来就见到贤武的好，却突然发现他已经不在了。此刻特别怕这些美好日子只是一场空欢喜而已，于是他急急忙忙在屋里找来找去，只因为贤武出门买菜了。好，因这次假惊吓突然想去吃烤五花肉。换衣服时，贤武接到电话，知道梅子婆婆受伤住院了。我离开了，目睹贤武那么突然的走了，一向逃避的恩好终于意识到了事实，他们其实早就分手了。回忆被贤武敲门打断。好，犹豫了一下，慢慢走到门口开门。你病了吗，恩浩？此刻的贤武似乎在请求和恩好复合。可以吗，恩浩？可旁边的恩好犹豫片刻后，还是拒绝了对方。不了，再见，郑贤武。然后他赶到医院，看见妹妹和弟弟那么紧张，他的回忆突然穿越回童年。那时他还是小学生，因为爸爸沉迷赌博，所以妈妈就用各种手段把贤武送走。那时的他还不懂回娘家意味着什么，于是他就问妈妈怎样才能少想他。我们贤武能不能成为妈妈随处可见的人？我们贤武应该做得到吧。然后梦想成为晚间新闻的播报员，这就成了贤武的终身志愿。初中的贤武有次偶然机会，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去帮爸爸们还债，哪知道那不靠谱的文叔叔竟把1万块钱拿去买酒了，这样3个孩子的钱就不够了，遭到赌坊老板娘的怀疑。此时贤武将所有责任都担下，从此贤武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学习，还利用闲暇时间打工赚钱还债。那天父亲在一场大火中不幸去世，贤武瞬间成了孤儿。了解贤武后，赌坊老板娘提出想收养他，条件是未来要赡养他和4个姐妹。就这样，贤武在5位女性的悉心照料下成长。那天惠子奶奶突然去世了，另外4位姐妹聚在一起，泪流满面。这情景让贤武自言自语道：哪个女生会嫁给我呢？我还能拉谁进这个圈子？于是他在和恩好交往3个月后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想结婚。当时恩好以为他只是开玩笑，但谁料想2人交往8年后，当恩好向他求婚时的贤武依然决定分手。回忆突然停住了，金组长正在大声责怪恩好。原来贤武为了让恩好保持在正午新闻位置，主动退出了差点确定的9点新闻。好，知道后没等说完，就直接冲到贤武办公室，怎能轻易放弃你一直渴望的梦想？但是郑贤武，你没必要这么对我，活得心想事成吧。那个吧，不是在对前女友谦让，而是在报复，用比他过得更好的方式来报复他。好在发泄完毕后，不听贤武的解释便离开了。之后他在电梯上开始回忆多年前交往时，总有人说他配不上优秀的贤武，他也开始怀疑贤武为何要跟自己在一起。当时贤武只是把追问的恩好送上出租车而已，没想到一转身就收到了他的短信，因为我爱你。得到想听的回答，恩好当时开心极了。但此时的恩好也很清楚贤武的真心，毕竟这个9点档是他的梦想，而他又怎能成为他的阻碍呢？回家心情沉重的恩好突然看到桌上惠利的编织戒指，为摆脱苦闷和烦恼，恩好决定扮成妹妹惠利，感受她的日常。那天去上班，周岩终于遇到了久违且一直思念的女友惠利。你好啊，江周岩。